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不管阿富汗战争的赢家和输家都有谁，反正阿富汗人民已经输了几十年了。阿富汗战争呢，刚刚尘埃落定，美国人狼狈不堪地逃出了喀布尔机场，留下了好几百名美国人和一大批拿到美国签证的阿富汗翻译。塔利班不但公布了新的国旗和国徽，还公开宣布阿富汗从此独立了。虽然整个阿富汗的政局还没有最后稳定下来，但是大多数人都相信大局已定。20年的阿富汗战争，谁占便宜受益，谁受损吃大亏。相当多的外交和战略分析人士开始给这场战争盖棺定论，讨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了。最近加拿大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叫德尔沃伊撰写文章，分析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阿富汗塔利班当然是头号受益者，排在第2位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府虽然不一定与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一致，但一直和阿塔关系不错。一个友好的新阿富汗政府在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时候，对提供安全的战略纵深是有好处的。对巴基斯坦并不友好的加尼政府倒台，塔利班上台，可以认为是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局势演变当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中国与俄罗斯的赞赏。至于广大网友们关心的中国与俄罗斯是不是阿富汗战争的赢家呀？德尔沃伊并没有提及。中俄两国都没有向阿富汗派出一兵一卒，也没有为阿富汗任何一方提供过一枪一弹。既然没有参战，有什么胜负输赢可言呢？阿富汗战争的头号输家当然是美国。美国在这个山地国家花费了20年的时间，投入了2万多亿美元，战死了2400多名官兵，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塔利班卷土重来，大摇大摆地再次进入喀布尔。跟随美国进入阿富汗战争的所有西方国家同样也是失败者，就算他们仅仅是向阿富汗派遣了一支小部队，那么也算是参战的一方了。塔利班没有能力强迫这些失败者前往某一艘战舰的甲板，或者说某个森林中的铁路车厢，签署一份投降协议，但输了就是输了。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些习惯了霸权主义行径的西方国家很难再有胆量把部队派到某一个发展中国家去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了。阿富汗战争的另一个独特的失败者就是印度。虽然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印度在阿富汗过去20年的努力都已经付诸东流，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从事各种基本建设都泡汤了，但是直白的把印度叫做失败者，这位德尔沃伊还是第一个人。而且考虑到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复杂的局势，在阿富汗的失败给印度带来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塔利班已经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喜欢印度，要求印度立刻停止在阿富汗的一切建设工程。今后会不会有大量的难民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前往印度，其中会不会夹杂着大量的武装破坏分子，这都是会让印度政府烦心的麻烦事。德尔沃伊文章中最具客观性的一个观点是他说的，阿富汗战争还有一个最大的失败者，就是阿富汗的人民。是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阿富汗被迫接受异族的占领和统治，阿富汗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和平和安宁了。如果说是失败的话，那也许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那一刻起，阿富汗人民就已经输给了命运。他们没有办法战胜命运，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帝国主义强权国家根本就没有把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回事，想打就打，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留下的是满目苍夷的国土，是极度贫困的家园和毫无希望的未来。今后10年或者20年，对广大的阿富汗人民来说，能活下来就已经算是胜利了。我要提醒广大的网友，同样的命运中国曾经经历过，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的阿富汗并无两样。这警醒我们，中国人如果不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如果不把自己的国家做强做大，如果不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那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是会重演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